菜了。这个5块钱。能一周。你还这么了？你就这么了，一会儿还开化，一会儿就拆这个。我等快活，我忙不来。啊，行。大家好呀，我是阿林，这里是中国东北的哈尔滨。随着旅游的爆火，哈尔滨早市也一度登上了去哈尔滨旅游的必打卡地之一。大批的游客涌入网红早市，早餐摊位前的队伍排得老长老长。现在旅游旺季已过，我来到哈尔滨，走入当地早市，去感受一下真实的本地生活烟火气。这里是安静街早市，距离著名的中央大街2公里左右。在旅游最火爆的时候，这里也曾经挤满了游客。如今旅游的热潮退去，安静街早市又恢复了它往日的样子。每天一大清早，周边的居民们就纷至沓来，有的是来买早点提回家吃的，有的呢则是为了新的一天准备新鲜的食材。有一些沿街的早餐店铺也会摆出摊位，点好吃的之后可以拿到店里去吃。来5个馒头。这新蒸的大花卷和大馒头还呼呼冒着热气，真想趁热咬上一口。旁边的大哥买了5个热乎乎的馒头，是3块钱。这白白胖胖的大馒头是6毛钱一个。这便是我对哈尔滨早市上物价的第一印象。来5个。春天里的清晨，气温还比较低，不过早市上的人流倒是不少。东北腔的叫卖声也带动着早市的气氛。这些老式的糕点，外表上看着不像西饼店里的那样精致，不过却自有它的客户群体。有些人呢，专门喜欢这种老味道。还有这油炒面儿，也算是老味道之一。热乎的3块啊！蛋糕7块钱一斤，来点吧，无水的。来多少？刚刚做好的面包是5元钱3个。啊，面包3块啊。5块钱，我准哈。大哥，我能拍拍您炸油条吗？我都默认了，我不吱声了，一问一个不吱声了。这油条多少钱一根儿啊？这油条是2块钱一根，然后8块钱一斤。哦，那个哎2块钱一个。我们那这给我整，这给我整快活，我忙不来。啊，行。不但好看好吃呢。在东北的早市上，怎么能少得了炸油条呢？老板也算是幽默有趣。随着沉入油锅中的面饼渐渐浮起，迎面袭来的是香喷喷的油炸面香。这边都叫大面鱼儿吗？啊，都叫大面鱼，也是8块一斤。对。哦。油锅中胖胖的面饼，确实有一点像一条一条的鱼呢。能1周啊，在这儿啊。姜子豆腐脑来点喝的不来？2、3天儿呗。拿2个麻团。作为早餐，豆浆的最佳搭配除了是油条之外，还可以是大麻花、麻球，还有油炸糕。炸麻团是1块5一个，老板说了，4个的话是5块钱。
这边的油炸糕，本地人已经排起了队。油炸糕呢，也是哈尔滨爆火时候最受欢迎的早餐之一。我这个面是江米1.5面是吗？对。用加白面吗？不加，纯江米的。对对对。油炸糕的外皮是由纯江米制成，发好的面需要静置一会儿，醒面一段时间。微信收款3元，微信收款3元。这个盖上是让它醒会儿面吗？对对，要凉。哦。哎，外头凉。豆馅儿也是自己做的是吗？自己红小豆，红小豆玫瑰酱，玫瑰酱。哎，哦。红糖。当地人会常说“烀一锅豆馅儿”，烀呢指的就是把红小豆蒸熟的过程。其实油炸糕并不是哈尔滨独有，在东北其他城市的早市中也可以看到油炸糕。此外呢，比如天津，油炸糕在早餐中也很有名。有的地方油炸糕的外皮除了江米之外，还有大黄米的。它这么冷，一会儿还开化。啊。不是，它这么冷，一会儿还开化。油炸糕炸制的过程看似简单，不过对于油温的把控也很有门道。偶尔也会遇到爆炸的油炸糕，就会被单挑出来。一锅油炸糕有几十个，不过在高峰的时候还是供不应求。早市上的冻鱼、冻虾这类的冻货商品已经不常见了，在冬天的时候，它们可是摆满了一大街呢，因为室外就是一个天然的大冰箱。全场29元，吸引了不少人驻足围观呢。熟食摊位的隔壁围了不少的当地人，我也过来凑凑热闹，看看卖的是什么呀。自制的纯肉香肠是24块8一斤，特别香啊！哪一斤？你就自己上那个店去那去找我。这锅中正在小火慢炸的是纯肉丸子，15块8一斤。不是，专门是在围肉的，不是。大大好这个红肠，咱那个就这丸子怎么卖的？15块8，纯肉的是吗？纯肉，一会儿我纯肉不纯肉，我扒一下你看啊。来，你要扒下看看，先尝尝，完了自己再才有说服力，好不好吃？谢谢。没事，你可以扒下尝尝，不好吃就只有尝才知道。我给大哥尝尝这个，稍微凉点的，这都一样，都一锅的，好吃，特别脆。刚刚炸出锅的肉丸子果然好吃，焦香混合着肉香，没有色素，没有防腐剂，就是嘎嘎好吃。哎，又没好的了。咱老年人这手就是不那啥。没好的了。大家海参了。这样行了，那
这边菜摊上生菜的价格是5元1斤，西红柿的价格是3块5，香蕉是3块1斤，富士苹果5元钱1斤。哈尔滨的早市都有着较好的管理，早市一条街的两头都会设置路障，时间一到，早市收摊，路上又恢复了车辆的正常行驶。这个是小暖炉是吧？煤气。哦，怕这些水果冻了。对。嗯。1块钱1斤地瓜。地瓜就是红薯，1块钱1斤。一共给我4块5。头1块，你这多讲究了5块6。大爷，这种红薯回去怎么吃啊？蒸着吃吗？啊，蒸的吃。你要挑大的，可以挂浆吃。哦。蒸的吃。微信收款4.5元。这个瓦房店的好是吗？对，这个干甜。哦。1斤3块，都1块钱1斤，老板就这涨了。瓦房店的红薯看来是口感很不错，这么多的当地人都在买呢。那个瓦房店的3块5，1块钱1斤就这些了。这个吗？这种大的蚕蛹在东北的市集上也是很常见，可以炸着吃，也可以烧烤中来吃。根据不同的大小和品质，大蚕蛹的价格在50到70元1斤。这又是一份老式糕点的摊位，这样的大麻花是5块钱1根儿。黄的好吃还得。黄上来了。黄3块。像这个面包是按个还是按斤呀？按斤。多少钱1斤啊？8块。哦。这些点心看着都是小时候那种老式的哈。3斤10块，来3斤10块来，3斤10块，赶上好吃。小柿子是10元钱3斤。经典早餐搭配豆腐脑加烧饼，豆腐脑呢是2元钱1份。辣椒吃吗？保温桶中的就是白白净净的豆腐脑了。在北方可是很少有人吃过甜味的豆腐脑。这另一个大桶中装的就是搭配豆腐脑的卤汁。住在附近的居民很是便利，下楼就可以买上2份热乎的豆腐脑回家。豆腐脑中还可以搭配蒜汁、醋，还有香菜，看个人的口味。烧饼的内馅儿有豆沙，有白糖，也有咸口的，都是1块5一个。哪个6块5？他那里7块5。这种扁的豆角是5元钱1斤，长茄子4元钱1斤。这家西红柿的价格是3元，比之前看到的便宜5毛钱。旁边还摆着几个掰开的柿子，大家觉得品质如何呢？好，结实了来。萝卜老板。哎。哦呦，这玩意儿5个馒头的，都高。1块5。来，不该买大罗回来地上咱俩来。哎呀。我拍拍您这个开花大馒头，看着特别好。5个馒头50包啊，2个。
对，给我上了镜头，就让我火起来啊，让您火，对，让我火起来。有一部分人很喜欢吃这种碱大的馒头，说吃着特别的香。这样一个大馒头的价格，大家觉得会是多少呢？馒头是怎么卖的？您这儿？馒头是怎么卖的？4毛，4毛一个。对。这个大开花大馒头呢？对，8毛。这里的价位是8毛钱一个。特价红肉6块9毛9，全肉。草莓产地就在东北的辽宁，是13元一斤。这种小菠萝是10元钱3个。来，切来菠萝了嘞！柑橘6元钱一斤，苹果有7元，有8元的。来，切来菠萝了嘞！来，切来菠萝了嘞！五中大果子油炸糕，看上去像是一家很老的摊位，在安静街早市附近，确实坐落着哈尔滨第5中学。不叫油条吗？长的也叫油条啊。哦。小的圈的叫蜜果。这个事儿。好的。微信收款2.2元。油炸果子，有姜吗？豆浆有。有1块钱元，有绿吗？那个，这么就剩杯的了。剩杯的。就剩这个了。做2个。油条要几条？要2个。2条油条，2豆浆对不？对。好的，一共6块4啊。还有豆腐脑啊。2杯豆浆，2根油条，一共6块4。这叫蜜果的，其实就是外面裹上了一圈红糖。1块5。这街边摆的腌黄瓜小咸菜，颜色蛮好看的，但是旁边这在水里泡的，我没认出来是什么。煮玉米的摊位上一起卖的还有桔梗和糖蒜，或许一起搭配来吃，味道也不错。来2块5斤这柿子来。微信收款5.3元。这是自己家做的吗？对，自己做的，我这就豆腐脑。按块儿卖的。对，3块钱一块。3块一块。来2块5斤这柿子来。1块是。拿好柿子过来，9个，算南柿子来。这叫做干豆腐，在东北当地也是很常见的，可以凉拌，也可以做成热菜来吃。不然就黄了是吧？东北当地的腌酸菜都是淡黄色的，这家塑封好了，也方便保存。酸菜的保存可以冷冻起来，化开之后和新鲜的是同一个味道。微信收款7元。
能拍拍您做这个吗？拍可以，没事，拍拍。啊，谢谢。没事。在网红早市上，肉蛋堡一般是4元钱一个，这家呢是3块5一个。肉蛋堡的名字虽然听起来有一点像汉堡，不过这制作的面糊很粘稠，煎熟之后要比汉堡上的面包更加紧实。双层饼皮，中间夹着煎蛋，外加一层满满的肉馅儿，厚厚的一个肉蛋堡吃下肚还是很顶饱的。打这条背，这个围了。这玩意儿就能卖1万块。他们没那么便宜啊。我那个卖了。你订完以后，你起码得送了，你直接送了。对对。你这么稀货呀？不，原计划是我也出。多少多？2000来块。行，这挺好了。也都挺好。啊，你们俩都挺好。逛完了安静街的早市，我又去到了哈尔滨另外一处本地早市。那儿是曾经上过《早餐中国》的位于南港区的三星街早市。早市入口处的街头理发看着很有年代感，在如今的大城市中恐怕已经不多见了。这边的人流量也不少，除了逛早市的人，还有上班上学的。大路上的交通也渐渐进入了早高峰。除了早餐和蔬菜瓜果之外，在早市上也常见到卖服装、卖鞋子的摊位。三星街的早市有30年的历史，最初在附近的几条街上居住的老百姓自发地售卖货物，后来呢，逐渐形成了小有规模的早市市场。这种小菠萝通常是按个卖的，10块钱2个或者3个。三星街这儿的早市和安静街很相似，同样是设置在居民楼之间的街道上。早上现烤的烧饼，肉馅儿的都是2元钱一个，菜馅儿的是1块5一个。八宝粥、玉米渣粥都是1元钱，还可以配上一个茶叶蛋或者咸鸭蛋。早市上的吆喝声、喇叭声此起彼伏，很是热闹。这另外一个早市和之前的安静街早市并没有太大的不同。其实，在哈尔滨的各个城区都会设有早市。早市上除了各种各样的早餐之外，还会有蔬菜和瓜果。相较于超市以及有固定摊位的菜市场，早市上的物价更为便宜，所以来早市上买菜的百姓一直都特别的多。这现烙的大饼是7块钱1斤。炸油条的摊位看来是不会缺席任何一个东北早市。熟食、香肠、牛羊鲜肉，早市上各类食材的种类还是比较全的。羊杂用来煮羊汤，牛蹄儿是26元1斤。包菜的价格是1元钱1斤。
卡车上堆成像小山一样的是山药，如同蒸红薯一样，家庭料理中有时候也会蒸上1、2根的山药。买草莓了。稍等，现在8点了啊，赶紧抓紧时间办事了啊，抓紧时间啊。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听到喇叭里面播的？管理人员开始催促商家要收拾摊位了，8点钟已到。经过一早上的售卖，早市上有的摊位上已经空空如也了。各个早餐摊位上呢，剩下的包子、豆腐脑也不多了，像是豆浆应该早就售罄了。哎，1块2块谁都有，你不用打车回家求是吧？改革开放几十年，谁都还没几块钱，都1块。从东北到三亚，咱家全国最低价。今天你要不买种后悔，回家就得开大腿。1块钱1个。哎呀，都1块啊，都1块。你觉得不好，咱尝一个好，咱就再买。一般在早市快收摊的时候，一些蔬菜、水果常常会被装到袋子里，这时候就不按斤了，而是一袋子5元、10元的这样卖。鸡蛋一般是按斤称的，而咸鸭蛋通常是10元钱6个或者8个。临近收市，各个商家摊主们也都加大了叫喊声，希望在最后一刻能多卖出去一些。这个时候，往往好多蔬菜食材也都是降价处理。5块钱2块。像是这儿的豆腐，5元钱2块，在平时的价格1块是3元钱。这家鲜鸡蛋的价格每斤是4块2。整不得了，来，小辣椒3块，螺丝椒4块。羊汤加烧饼也是一套经典的组合。这边羊汤是7元钱1碗，正在烙的烧饼是4元钱1个。东北的辽宁省大连有出海口，出产海鲜、水产品等。还有海参，就是大连的特产。蒸的2块。2块，手指头尖牙。好，好嘞，来2个哈。2块。微信收款6元，微信收款1.4元。这边摊上的梨和橙子都是3元钱1斤。来，雪橙的3块钱一斤啊，雪橙3块来。来这花生2斤10块啊。这儿的腌酸菜也是抽真空塑封好的，像是炖菜、包馅儿，还有烤肉的时候，都可以放上酸菜。都卖没了。好吧，10块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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，屁股中间上这个，这包好不好？你看这拉锁好不好？20块钱就卖。我的韭菜都2块5。10块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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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来，我的韭菜从这边下来，2块5，要不行我给你掐来。拆一个卖一个，拆一个卖一个。来，小地瓜1块5。还有地瓜1块5，1块5。哎，1块5一斤的鸭梨1块5来。我来地瓜好吃。好，他家小月亮给强强卖了。来，是个
看这口罩吧。你看咱抹多少？咱这抹一小溜的啊。咋卖呢？5块钱仨。那个呢？那个7块钱3个，这个好，这个进口的啊。看见了吧？早市逛得差不多了，人潮也正渐渐散去，好多摊主们还不舍得收摊，想多卖一点儿。东北的早市数量多，卖的东西也丰富。早市虽然时间早，早上的气温也比较低，但是来早市上采买的人却一点也不少。随着气温回升，季节交替，来逛早市的人会越来越多。听当地人说，夏天的时候，早市上的人一点儿也不比冬季旅游旺季的时候游客少呢。连着逛了2个哈尔滨当地的早市，在没有游客的时候，这便是哈尔滨最真实的日常烟火。在外地游客眼中，想要体验的东北早市文化，对于哈尔滨人来说，是他们普普通通一天的开始。其实常说的，在旅行中体验各地的风土人情，应该就是像这样走入当地人最平常普通的生活中吧。大哥，你先留个电话。好啦，这就是哈尔滨的早市。爆火的冰雪旅游热潮退去，希望能带给大家一个平凡但真实的哈尔滨。感谢观看，我们下次再见。